古代江湖上有一条不成文的铁规矩，3个字：不碰举。意思是，不管你是饿了3天的散兵游勇，还是盘踞山头几十号人的土匪寨子，赶考的读书人碰都不要碰。这事儿乍一听特别反常，你想想那个场面，一个文弱书生背着一个包袱，腰里揣着几十两白银，沿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官道慢慢往京城方向走，没有刀没有枪，走2步还要停下来歇歇脚擦擦汗。换成今天的说法，这就是一个背着几万块现金在荒郊野外走夜路的瘦弱年轻人。对山贼来说简直是老天爷赏饭。但真实的历史是，这块肥肉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山贼敢去咬一口。不是他们讲义气，也不是他们突然有了良心，是因为这些读书人身上裹着一层你看不见但比铁甲还硬的东西。这层东西从皇帝的龙椅一路延伸到村口的祠堂，从京城6步一路铺到山脚下最后一个驿站。谁碰了这根线，整张网就会朝你收过来，把你碾得渣都不剩。今天强叔就把这层东西从里到外一层一层拆给你看，拆完你就会明白一件事，在古代保护读书人的从来不是什么江湖道义，而是一台精密得可怕的国家机器。这期强叔就带你拆开这张看不见的网，咱们马上开讲。要理解山贼为什么不敢动举人，你得先搞清楚举人这2个字在古代到底意味着什么。很多人对古代读书人的印象还停留在戏台上那种穷酸潦倒摇着破扇子的迂腐形象，但真正能走到赶考这一步的人跟那个形象差了10万8千里。可举的阶梯最底下一层叫童生，就是刚入门的读书人。童生要通过县试、府试、院试3道关卡才能拿到秀才的功名，光这一步的淘汰率就已经害人了。清朝每年全国有几十万童生参加考试，最终能杀出来拿到秀才头衔的通常只有几千人。你算算，淘汰率超过 95%， 但秀才远远不是终点，只是个起步。秀才要再往上爬，得参加每3年举办一次的乡试。乡试是省级考试，难度陡然升了一个台阶。全国各省的录取名额加在一起，一般也就1000多个，几万名秀才争1000多个名额，录取率不到 3%。你把这2道坎串起来算一算，从最初的几十万童生到最终的1000多个举人，综合筛选率是多少？不到5%，1万个人里面挑不出5个。放到今天来类比这个难度，不是考上985大学，是考上985之后再从全校前1%里面再砍掉 99%。 而且这不是1年能搞定的事。一个读书人从5、6岁开蒙读到中举，平均耗时10几年。有些人从黑发考到白发，从少年考到暮年，最终也没能跨过那道坎。更多的人一辈子卡在秀才这个层级上，死活考不上举人，到老也只是一个穷酸秀才。所以你在官道上看到的每一个赶考的举人都不是普通人，他是几十万人的残酷淘汰赛里最后站着的极少数幸存者。他不是读过几本书的文化人，他是国家级人才选拔体系用10几年时间，花费巨大成本，经过层层考试筛选出来的精英储备。你知道培养这样一个人要花多少钱吗？这笔账强叔不光要算给你听，更要带你看看这笔钱背后是一户什么样的人家。明清时期请一个像样的私塾先生，1年的束修少说3到5两银子，听着不多。同一时期一个普通农户全家1整年的总收入也就这个数。换句话说，一个孩子读书1年的学费就等于全家1整年累死累活挣来的全部进项。这笔学费不是交1年2年就完事的，一个孩子从4、5岁开蒙到中举，少则10几年，多则20、30年，光先生束修这一项累计就要几十两，甚至上百两。再算上笔墨纸砚、考前的衣冠、应酬的礼物、赶考的盘缠，10几年烧下来，一个读书人身上压着的总成本，少说70、80两，多的100、200两不止。这笔钱意味着什么？
强叔给你画几个画面，你就明白了。第一个画面，饭桌。这家人每天的桌上没有肉，孩子吃稠的，大人喝稀的，过年才能见点油星。母亲身上那件衣服起得发白，补了又补，舍不得换。妹妹到了说亲的年纪，嫁妆里最值钱的是一根铜簪子，按家里原本的体面，怎么也要打一只银的，但那点银子早就换成纸墨送进哥哥的书房了。第二个画面，田头家里原本有10几亩薄田，每隔几年就要卖掉1、2亩，卖一次心疼一次，但不卖就没法供孩子下一年的笔墨和书本，卖到最后，整个家就剩下2、3亩口粮田，再卖就连饭都吃不上了。第三个画面，祠堂，家里的钱实在凑不上了，父亲低着头去族里求助，族长召集几个有头脸的叔伯，从族产里挪出一笔，再让族里几户富裕的远房凑一凑。钱递到父亲手里的时候，附带的是一句话：你儿子要是出息了，别忘了族里。这不是义气，这是一笔有明确预期回报的投资。第四个画面，富户家的偏厅。当地一个开当铺或者收租的富户，听说哪家有个读书有出息的苗子，主动找上门来，愿意出钱资助，借据立好，按手印。这也不是做慈善，他赌的是10年后这个孩子做了官，能给他家的生意、田产官司全部上一道保险。把这4张画面叠在一起，你就看到了所谓举人的真相。他不是一个孤零零的赶考者，他是一户人家30年省吃俭用卖田借债，加上整个宗族凑出来的银子，加上一个富户押宝式的资助，一点一点喂出来的。出发那天，他背包里的每1两盘缠都浸着别人的汗，也压着别人的指望，就好像一个普通海外华人家庭，把房贷、存款、退休金，甚至后半生的安全感，全部压在一个孩子身上，而且没有保底，没有退路。考上了，全家翻身；考不上，几十年的家底归零，下半辈子重头再来。所以你看到的每一个上路赶考的举人，不管他本人穿的光鲜还是朴素，他不是一个人在走，他是一个项目在移动，一个被一户人家、一个宗族甚至半个村子供养了10几年的项目。你动弹一下，得罪的不是一个人，是他身后整条利益链上的所有人。但是光有钱有背景还不至于让山贼害怕，毕竟有钱有背景的商人也不少，该抢还是照抢不误。真正让山贼连想都不敢想的是举人身上那层制度铠甲。在明清的法律体系里，举人已经不是平民了，他拥有一整套普通百姓做梦都享受不到的法律特权。犯了事，地方官不能直接抓他，得先上报省里的学政，由学政革去他的功名之后，才能按普通人的程序处理。光走这一套流程，就得惊动省一级的官员。你一个山贼头目，抢了一个需要省级官员才能处理的人，你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吗？而且举人见了知县可以不跪，这一条表面上是个礼节问题，但在古代的权力语法里，它的信息量极大。这个人跟你地方长官是同一个阶层的，他已经有了做官的资格，去吏部排队候选，运气好直接当个7品知县，运气差也能混个教职。今天路上走着的这个书生，明天就可能是某个县的父母官。这种身份你碰一下试试。但以上这些还只是硬件层面的保护，真正让山贼胆寒的是软件层面。朝廷对这件事的态度，科举不是一场普通考试，它是皇帝维持统治合法性的基石。它给了全天下每一个读书人一个希望，只要你够聪明、够努力，就有可能从一介布衣变成朝廷命官。这个从底层到顶层的上升通道，是几亿人安分守己、不造反不作乱的心理根基。谁动了这条通道上的人，就是在动摇整个帝国的稳定。所以只要有一个举人在赶考路上被劫，后果是什么？当地知县大概率会丢官，不是罚俸，不是降级，是直接免职。清代有明确的追责机制，辖区内出了涉及公民人士的案子，限期破案，逾期未破，先停职后审。
一个知县在官场上辛辛苦苦熬了10几20年，好不容易混到这个位子上，因为几个山贼丢了乌纱帽，他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一旦出了事，知县会动用手里所有能调动的力量，衙役捕快先上，不够召集民壮乡勇再上，还不够向知府请求调拨驻军，整个县甚至整个府的官方武装力量会朝着案发地点倾泻过来。你一个10几20号人的山寨，几间草棚，几把绣刀，怎么接这种阵仗？这就是为什么强叔说这不是一个敢不敢的问题，而是一个算不算得过来账的问题。来，咱们换到山贼头目的视角，把这笔账认认真真算一遍。抢一个普通行商，运气好一票几百两，运气差也有几十两进账。商人被抢了，跑去县衙报案，县官一听是山贼干的，多半敷衍2句，立个案卷压在抽屉底下，过几个月没破案，案卷就吃灰了。商人吃了哑巴亏，自认倒霉。山寨这边消停几个月，风头过了，照样下山接着干整盘生意，风险可控，回报稳定，能一直干下去。再算抢一个举人这笔账，前期收益最多几十两银子，几本书，一套行头，这些东西在山里根本没法销赃。纸笔砚台拿去镇上换粮，一眼就被认出来，这是读书人家的东西。后续要付出的代价呢？第一天被劫的举人没按时到驿站投诉，驿丞立刻警觉，往上一级报告。第2天省里的快马传到知县案头，本县辖区出大事了。第3天知县停掉手里所有事，亲自带衙役上山。第4天邻县的捕快也来了，府里调来的兵也来了，举人本家的家丁，族里的乡勇也来了。第7天山寨被围，能跑的跑了，没跑掉的被绑了押下山。第20天主犯在县衙门口当众处决，脑袋挂在城门上示众1个月。1年之内，几乎所有跟这个山寨沾过边的人、亲戚、买赃物的商贩，给寨子通风报信的村民，一个一个被翻出来，能逃的逃，逃不掉的下狱。最后这笔账落实下来，前期挣几十两银子，后面赔进去一座寨子，一群兄弟的脑袋，外加10里8乡几十口人受牵连。任何一个智力还在线的山贼头目，看完这笔账都会做出同一个动作，让账房先生在山寨大门内侧写上4个字：不碰读书人，下面再加一行小字：违令者全寨陪葬。更不用说举人，在路上根本不是一个人走，家族花了这么多银子培养出来的人，怎么可能让他独自上路冒险出发那天的场景？你可以脑补一下，天还没亮，全家老小已经在堂屋里站好了。父亲再三检查盘缠和路引，母亲把熬好的姜汤端过来，妹妹偷偷把绣的护腕塞进哥哥包袱里，族长亲自送到村口，宗祠的老仆抬来一对挑担，一头是干粮，一头是过冬的棉袄。家里花重金请来的2个壮实家丁背着齐眉棍站在旁边，腰里别着短刀，书童跟着挑着另一副担子，里面是笔墨纸砚和几本要带在路上复习的经典。走到县城，跟同县另外2位中了举的同年会合，3个举人每人带着2、3个随从，凑成一个10几人的小队，正式上路。官道上的画面是这样的：清晨出发，黄昏到驿站，驿站门口挂着官府的灯笼，举人出示官方颁发的火牌或勘核，这是朝廷专门给赶考举人发的通行凭证。打成立刻安排食宿，备马备车，半句废话不敢多说。第2天清早，驿站再送出几里地，目送队伍上路。沿途遇到的过往行人，看到这种规模、这种穿戴、这种气场的队伍，都会主动靠到路边让路，眼神里带着羡慕，也带着一点不敢直视的怯。沿途经过的山岭林子，远远的确实有山贼在山头盯着，但他们看到的是什么？是10几个青壮汉子拉成长队，前头扛着复式的小旗，中间几个穿着青衫的读书人骑在驴马上，腰里挂着县学发的腰牌。每隔几十里就有一个驿站，每个驿站背后都连着官府的快马通讯。这队人马就算抢下来钱财，
统共值不了多少，可只要动手，3天之内整座山都会被翻过来。山头上的山贼头目眯着眼，远远扫一眼，回头跟手下摆摆手，不是咱们的菜，走，换条路找别的买卖。整伙人一个个散下山头，跟没看见一样。这就是路上最常见的真实场景。山贼不是没看见举人，是看见了不敢动，不是不想要那几10两银子，自己一整条命。朝廷还给赶考举人上了一层官方保险，每个获得乡试资格的举人，可以到当地官府领取一笔专项路费，从国库里拨出来的。性质上说，这是皇帝自己掏的钱，举人拿着这笔钱和官方颁发的凭证上路，沿途可以在驿站食宿换马，驿站不能拒绝。这些凭证就是官方身份的标记，在道上讨生活的人远远看到这类标记，就知道这是跟朝廷沾边的人，碰不得。那万一这笔路费被山贼劫了呢？那性质就变了，这不是抢了一个读书人的钱包，这是劫了朝廷专项拨款，等于是从皇帝兜里掏钱。你觉得皇帝会怎么办？还有一层经常被忽略的力量，宗族明清2代宗族制度极其发达，一个家族除了举人，那是全族几百口人的天大喜事。中举的消息传回老家，祠堂要张灯结彩，族谱要重新修订，族长带着全族到祖坟前磕头。全族人会把这个举人当成家族翻身的，希望他们押上去的银子和资源，全指望着他将来做了官以后带着全族起飞。所以举人上路赶考的时候，宗族另外会派族里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护送，费用由族产公账开支，沿途经过同姓聚居地，当地族人也会提供食宿和额外的人手。这张基于血缘和姓氏的网络，把举人从出发到抵达的每一步都罩得严严实实。你动了这个人，面对的不是他一个，而是他背后整个宗族几百口人的愤怒。他们会出钱悬赏，动员10里8乡搜山追凶。山寨那几间草棚挡得住几10个拿着锄头铁叉来报仇的愤怒村民吗？挡不住的。最后还有一层不太好用理性解释，但确实管用的东西。底层社会对读书人的迷信是敬畏。山贼的成分是什么人？绝大多数是破产的、农民跑掉的士兵、活不下去的流民。这些人大字不识一个，但恰恰是最没有文化的人对有功名的读书人怀着最深的敬畏。在他们的世界观里，举人是文曲星下凡，身上带着一股官气和贵气。动了这种人，不只会招来官府报复，还会遭天谴、坏风水、断子绝孙。这种观念今天听来是迷信，但在识字率不到5%的古代社会里，它的约束力比衙门口贴的告示强10倍。很多山寨的头目在给手下定规矩的时候，头一条就是有功名的读书人不碰。谁坏了这条规矩，不等官府来，寨子里先自己清理门户，留着这种人就是给全寨招灾。你把上面说的这些全叠在一起，科举制度赋予的法律身份，知县丢官的政治追责，朝廷的专项拨款和驿站凭证，家族家丁的物理护送，同乡举人的结伴壮胆，宗族的全方位支援，底层人群的迷信敬畏，一层套一层，像同心圆一样把举人罩在正中间。这就是强叔一开始说的那张看不见的网，它不靠某一个人、某一把刀来起作用，而是整个社会结构在系统性的保护这个人，因为他不只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系统的产品，国家花了巨大的成本筛选、培养、认证的产品。动了它，就是动了这个系统本身。没有哪个山贼头目愿意用自己和全寨人的脑袋去测试这个系统的反应速度。不过强叔讲到这里，还想带你看这件事的另一面。很多人听完前面这些，心里可能会冒出一个念头，这帮举人被里3层外3层护着，一路顺风顺水到京城，日子也太舒服了吧？错了，大错特错。路上的保护只是把他活着送到考场门口，迈进那道门之后，等待他的才是真正的地狱。会试在京城举行，每3年一次，考试时间在农历2月
北方最冷的时候，考场叫贡院，远远望过去黑压压一大片，一眼看不到头。正式开考那天凌晨，几千名举人在贡院门口列队等候，每个人手里只能拎一个考篮，里面装笔墨、干粮、棉被，再多一样都不行。进门之前，所有人在搜检官面前脱衣服，脱到只剩里衣，发髻打开抖一抖，鞋袜脱下来翻一翻，干粮要掰开看里面有没有加纸条。这一关下来，斯文已经全部丢光了，但谁也不敢吭声，因为带任何一张写过字的纸进去，当场革除功名，10年不许再考。10几年的家底就在那一斗一翻里悬着。搜检完了，被领进自己分到的号舍。号舍是什么样的？大约1米宽，1米5深，2块木板搭起来当桌子，分开放就是床。一进去，号舍就被监考官从外面贴上封条，9天6夜，你出不来，吃喝拉撒全在这个比衣柜大不了多少的格子里。号舍没有门，只挂一块布帘子。2月北方的夜风直灌进来，气温零下好几度。考试分3场，每场3天2夜。第一天精神还好，伏在木板上奋笔疾书。到了夜里，蜡烛点起来，整个贡院几千支烛火密密麻麻，像一片星海。冷风一吹，蜡烛灭一片，举人摸黑去重新点，冻得手抖，毛笔握不住，咬牙写错一个字就要重抄整页。卷面有污渍，当场判作废。第2天干粮还能吃，第3天干粮基本馊了，但你不吃就没力气写字，捏着鼻子也得往下咽。几千个号舍挤在一起，没有窗户，空气不流通，那个气味你自己想象。到了第4天，第2场，已经有人撑不住了。隔壁号舍突然传出一阵咳嗽，一声接一声，越来越急，再后来没声音了。监考官打开封条进去看，人已经冷了，冻死的，累死的，心力交瘁倒下去的。值班的兵把尸体抬出去，号舍重新封上，考试继续。强叔不是在编故事，清代文献里不止一次出现考生病倒，甚至死在号舍里的记录。第7天，第3场，手已经不像自己的了，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写完，写完，写完。第9天的下午，最后一声锣响，考试结束，封条揭开，一群胡子拉碴、眼神涣散、衣服上都是污渍的男人从一个个格子里挪出来，互相搀扶着走到院子里。有人当场就瘫在地上起不来，身体上的折磨还只是一半。更要命的是，压力走到这一步的人身上背的不是自己一个人的命运，背后是一个砸了全部积蓄的家庭，一个押上集体命运的宗族，一个借出几十两白银等着回本的富户。考上了，全家鸡犬升天；考不上，10几年的投入打水漂，回去面对的是父母失望的眼神，族人嘲讽的窃语，债主一封接一封的催讨犯禁。考了20多年，中举那一刻当场疯了，不是小说夸张，是这种高压下的真实反应。你把一个人在一台机器里压10几年，机器有一天突然给他开了门，他第一反应不是高兴，是脑子里那根弦啪的断掉。考上怎么办？收拾包袱回家再等3年，下次再走一遍这条路。有些偏远省份的举人一辈子只能参加2、3次会试，因为每来回一趟的时间和银子都耗不起。很多人到最后彻底熬干了，有的回乡当私塾先生清贫度日，有的考到5、60岁还在考，还有的精神出了问题，成了乡里人背后议论的那个读书读傻了的人。说到这儿，很多人可能会想到一个问题：古代科举和今天的高考到底哪个更残酷？强叔不跟你写论文，就拿3个维度，咱们口语化的比一比。第1个维度，录取率。今天的高考，全国1000多万考生，考上985大学的比例大约 1.5%， 每100个人里有1、2个能进去，剩下的98、9个被刷掉，已经够狠了吧？古代呢，童生考秀才，95%的人出局；秀才考举人，再剔除97%；举人考进士，再剔除95%以上，一道一道乘下来，
从最初的几十万童生到最终的进士。清朝268年，总共出过2万多名进士，平均每年不到100人。今天清华北大一年招本科生，加起来6、7千。录取率上看，今天的高考是一道一道筛子，古代的科举是一根一根针眼。第二个维度，备考成本。今天高考苦3年，加上补习费、资料费、培训班，一个工薪家庭3年下来花10几万、几十万，已经够让爹妈喘不过气了。但绝大多数家庭咬咬牙也能撑过去3年就3年，挺过去就翻篇了。古代呢，一个读书人从开蒙到中举，烧的是10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光阴，花的是全家几十年的积蓄。前面说过，相当于一户海外华人家庭把房贷、存款、退休金全部压在一个孩子身上。还有更狠的一点，今天的孩子边读书还能打工兼职，至少不给家里添成本。古代的读书人是完全脱产的，10几20年不能干别的活，光吃饭穿衣就是家里背的一份纯支出。第三个维度，失败代价，这是最关键的一条。今天高考没考好，可以复读1年再来；不想复读，可以上专科；不想读专科，可以学技术，可以打工，可以创业，条条大路通罗马。输了这一场不代表输了人生。古代科举考砸了呢，你这10几年除了读经书啥都不会，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下田不会干活，做生意没本钱也没人脉，10几年的青春和全家几十年的银子全打了水漂。回去能干的事儿就2件，要么去乡里当个私塾先生，挣着比种田还少的束修，把下半辈子耗在别人家的孩子身上；要么硬撑着继续考，考到50、60岁，考到家里再也供不起，考到自己彻底崩溃。今天的高考是一场有多次机会的选拔赛，古代的科举是一场一锤子买卖的豪赌，赌赢了飞黄腾达，赌输了万劫不复。现在你再回头想想，路上那些不敢碰举人的山贼，他们不碰的不是一个被保护得很好的人，而是一个正在走向一场极限豪赌的人。这个人从被选中的那一刻起，就被绑在了一台巨大的机器上。这台机器花了巨大的资源，把他筛选出来，培养出来，护送到考场门口，然后用一场残酷到极点的考试做最后的质检。通过了送进官僚体系运转一生，没通过嚼碎吐掉。这才是古代科举最让人唏嘘的地方。山贼不敢抢，举人不是因为举人强，而是因为他背后有整个系统。可真正吞掉读书人一生的，也恰恰是这套系统。路上那几十两银子，山贼不敢碰，但你为了走这条路，付出的10几年青春、全家的积蓄、身体的健康、精神的完整，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山贼需要来抢，因为系统本身就已经全部收走了。那这张保护网有没有失灵过？有。晚清太平天国之后，南方大面积的基层秩序被打碎，大批散兵流民组成的武装团伙不再怕什么追责机制、前脚。那个年代确实出现了举人在路上被劫被杀的记录，这恰恰证明了这张网的每一个节点都是靠中央权威这根主线串起来的。主线一断，整张网跟着散架。强叔说到这里，其实不只是在讲古代的事。你想想，我们今天的安全感来自哪里？你在曼哈顿走夜路，在台北信义区逛街，在温哥华海边跑步，在新加坡地铁上低头刷手机，你觉得安全，但你的安全感来自你自己。强大吗？不是的，它来自你身后那套你平时看不见，但每一秒都在运转的系统：法律、警察、监控、契约、信用、保险。这些东西就是今天版本的驿站凭证，是今天版本的宗族网络。网在，你就安全；网破了，再强悍的人也朝不保夕。举人当年走在官道上，靠的是科举这张网；我们今天走在街上，靠的是另一张网。2张网的名字不一样，但底层逻辑是同一个：秩序保护你。2000年了，
这12个字一个标点都没变。今晚听到这里的朋友，强叔想问你一个问题：古代科举和今天的高考，你觉得哪个更残酷？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理由不用长1、2句话就行，强叔会一条一条看。至于秩序即楷这4个字，强叔不让你打，不让你刷，不让你转，它是这一期最值得你带走的一个词。它不是口号，是这套2000年逻辑最干净的一种说法。哪天你在生活里突然想通点什么，能想起这4个字，秩序即楷就够了。觉得这期有点意思的朋友，顺手点个订阅，关注强叔的频道，咱们下期接着拆。